天灾遇到谁都不想要看到一些悲伤的场面，但是如果天灾之后根本是人祸的话，真的会让人非常气愤。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四川的山崩，短短58秒之内马上灭村。而在灭村之后，现在救援工作非常缓慢，甚至居民是要用徒手的方式去把亲人给挖出来，双手都沾满血。而为什么会他半年前就已经发生过了，也就警示过了，峰哥，那为什么还是会执意的让这个山崩来发生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这画面是在中国大陆的四川，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煤矿厂，然后那煤矿厂已经工作非常久了，结果呢很多人去举报说，是不是有点问题啊？石头都掉下来了，但是呢官方一直说没事，我们把东西弄一弄就好了，结果就出现这一幕了，出大事了，几秒钟的时间，不到1分钟，整个就崩了下来。崩了下来之后，兆和哥，你知道那个地方是在哪里吗？那个地方的下面有非常多的一个村落。那现在中国官方说，他现在只有29人失联，然后呢，后来比较新的一个进展是确定1人死亡。可是我们看这个画面，有可能只有1人死亡，还要掩埋啊！28个人失联，我觉得很难有好的一个好结果传出来。好，你可以看一下，当他58秒下来，整个村落被灭村之后呢，其他人赶过来之后呢，慌了，因为他们并不是一般的土石而已，它是大块的大岩石，然后就是画面当中这个要2、3个人才能拿起的石头，那现在最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这画面的搜救队还没有进来之后呢，大家村民自己去，都是徒手去开挖，然后呢，唯一一个好消息啦，我们看的真的是非常感动啊，在瓦砾中救出了一个小女孩，可是那小女孩，你看到她被救出来的样子，她眼睛直瞪瞪的盯着镜头，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她当初根本没有想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可能就在家里面，然后呢就在吃奶，或者是在玩耍的过程当中，一瞬间就被活埋了，所以她根本连逃都来不及逃。58秒，你说你要跑去哪里？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来说的话，你会觉得这画面看起来非常的震惊，可是把数据给灌进去之后，你会知道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灾难。这个滑体坡啊，高达多少？437公尺，437公尺，在58秒的时间直接崩了下来，全部给它压下来。然后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呢，这刚好是这个村落在哪里？在2个山体的中间。对，所以呢，当你这个滑体之后下来之后呢，你就像是一个杯子被填满了一样，嘣。而下面是村子里面就是人，整个就直接像是手摇饮的杯子一样被堆叠下来。这个左边还有右边，滑坡前滑坡后也差太多了，整个都垮了，一瞬间就是没有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就会更清楚了。这2边是山，对不对？然后呢，当你的滑坡下去之后呢，把这整个就压下来了。压下来之后呢，这些你看来灰蒙蒙的东西呢，就是泥沙土石。这原本是山体，然后呢就整个下来了。这边都是住家村落，对，都完全这些村落已经都看不到了，就是这些泥沙土石。然后你知道吗？2山夹1沟的一个走态，走下来之后呢，你根本来不及逃。好，那很多人就在想说，我们现在来说的话，你要去找到这一个，在中国大陆来讲，一般来讲，大家都说天灾的后面往往就是什么人祸。对，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开工仪式，这是一个煤矿。这煤矿在这个地方弄了非常久了，但是呢，在疫情期间呢，因为有一些状况，它被封起来。疫情结束之后又开始开挖，开挖之后呢，很多人就去举报，他就说啊，这个地方很多的石头已经下来了，砸到了马路，砸到了村落，该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关系我们要恢复生产，我们注意一下而已。结果呢，你知道吗？你根本没有去好好的处理，然后就崩落下来。而现在来说的搜救队一进去之后呢，它最近的矿坑的坑头跟今天山体滑坡的地方是非常近的，而且它上影响了。早在2024年的下半年，我们就发现存在滑坡现象，甚至有石块滚落堵在公路。当地政府请在道路上简单防护措施，例如用铁丝网。那个石头这么大一块，你用什么铁丝网？很多的时候都已经有上报了，而上报的情况之后呢，为了县市政府的一个 GDP， 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矿坑的公司要让它继续赚钱，你用铁丝网你挡得住这个吗？你挡不住之后呢，你也没有叫大家撤离，所以呢，很多的人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想说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还没有想到怎么办的时候就崩落下来。那现在来讲的话，你看该煤矿在疫情期间虽然停产，但是2024年就恢复生产，而一个矿坑的入口距离滑坡的区域只有几百米，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外面看的这个山呢是高大宏伟，你可能里面都是破洞啊，都是已经被掏空了，所以这个一个滑坡下来的话，你就变成一个连锁反应，你根本就停不下来。
而之前呢，其实在去年的1月22号也发生类似的事情，这不是第一次发生哦。在云南这个地方，很多人在讲说，哎呦，山崩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崩落下来之后呢，掩埋了18户，这18户是完完全全被掩埋在土石砾下面。很多人现在说奇怪，你这个是地震吗？还是怎么样？其实你知道吗？跟刚刚一样，这个地方一样有什么矿坑？对，有一句话是你家里有矿，就表示你很有钱。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的矿坑没有好好的做地质探勘，结果呢有矿就挖，挖下去之后呢打通了，打通之后呢，当有一个小小的震动，砰就下来，裂开了，裂开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当地的居民也有说呢，前几年的时候呢，山体开裂，村民就担心山体滑坡，跟镇上有关部门反映，也就是说有上报。半年前的画面跟这次画面基本上是长得非常像的。对，所以呢，你要就这种状况来讲的话，并不是第一次。你说会不会还有下一次？我觉得很有可能。瑞磊哥，我们刚刚提到的人祸，现在高雄的碎尸案件，我们上礼拜谈，我已经觉得够毛了。现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到礼拜一，案情越来越多，我个人觉得奇怪，死亡笔记本从原本的5人，现在超过10人哦，超过10人以上，这个是凶嫌的猎杀名单，还是他作案之后的一个成就感呢？事实上，从这个所谓的死亡笔记本，它也不是一个本笔记本，它是什么呢？它是包括日历纸，那包括那么相关的便条纸等等啊。它上面写了名字之外呢，甚至于只写对方这个女性的这个绰号，它锁定都是70岁以上。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很可能是有些人，比如说你有戴金项链、有金戒指，还是家里有一点你已经退休了，所以有一点积蓄退休金的这个妇女啊。那锁定这样的一个等于说这个被害人呢，那么下手啊，目前知道已经有3名遇害，包括现在还找不到人的去年11月29号失踪的黄姓大嫂嘛。目前为止，全案事实上已经破案，但是虽然破案还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呢，能够找到更多的这个尸体了，找到更多的基证，还有没有更多的被害人？什么意思呢？既然在死亡笔记本上面写的都已经超过10个人，你说这10人以上，可能还有一些是不知道的人名。请问，虽然现在高雄市警方盘查附近，包括高雄市跟附近70岁以上的失踪老妇人是没有其他的可疑的对象，因为本来里面还有一个被找到人在北部嘛，对，所以他没有被杀害。但你怎么知道没有外劳？你怎么知道没有其他的地方？不是这个地方的其他的人，他曾经这样做过案？为什么这样怀疑呢？因为他那么杀他大嫂的时候，太过冷酷跟弃尸手法太过纯熟。如果他是第一次做这样案子的人虽然他年轻的时候在当职业军人的时候，曾经性侵跟抢夺过，被判个无期徒刑嘛，但是他并没有杀人分尸弃尸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熟练非常的熟稔他这个相关的这个作案手法？现在担心的是这样，那么有人会担心说到现在已经找到20几块的各种不同的手脚掌各式不一样的，包括内脏等等各式的这个尸块，可是没有找到头颅，对不对？也没有找到凶器嘛，怕说前案这样没有办法破案。错，你知道吗？没有头颅，谁说就不能等于说这个立案井口真理子在台湾的高雄被杀害的时候，他的头颅到今天都没有找到。所以嫌犯今天不管怎么样说，我都没有杀，怎么样？好，证据摆在你面前，我还是可以治你的罪，没有错。那么，就算台湾还发生过没有尸体一样用杀人罪判无期徒刑定谳的刘焕荣杀那么多人，他的凶器的胸腔有找到吗？没有找到嘛。那为什么可以判死刑呢？因为很简单，你要从其他的科学验证跟其他的包括各式各样，不一定要有直接证据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命案、很多的枪击案、很多案子里面，你根本他就毁尸灭迹的，根本这东西都已经把它丢弃置了嘛。你找不到没有关系，但是你要那个证实。到目前为止，你想想看。有监视器可以证实，这些妇女进去以后就没再出来，然后过几个小时，她就密集的拿东西去丢了以后，她骑脚踏车就丢在前镇运河，前镇运河找到不同的尸块，而且现在证实，包括林姓妇女跟张姓妇女的尸块都在前镇河里面找到，对不对？这些事实上就已经可以破案，可以定她的罪，可以判她死刑。但是问题是，警方办案总是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基证，所以为什么40个员警现在还在做一件事？他们不断的在调阅附近更多的监视器。照理来讲，全案都已经定谳了，都已经找到这些可疑的对象。怕有漏网之鱼。为什么？因为就怕有第4位、第5位你不要说不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案子，只是在过年期间找到失踪的林姓妇人嘛，对，就没想到，那么因为高雄市监视中心，他们不断在查，不断在现场搜证的过程当中。
歹徒都已经用清洁剂迫害过了，还是用多波氯光盐啊？那么知道有喷溅式血迹，紧接而来再查到这些小血滴，很小的微物迹证，证实是第二个人的这个血迹，证实第三个人的血迹。你怎么知道没有第4位跟第5位的被害者？这个所有的基证告诉我们，高雄市的警方一定要追查到底，就算嫌犯不肯承认、不肯认错，没有头颅、没有凶刀，一样可以起诉判处他死刑。辉正，我们看到这个嫌犯非常的贼，他装疯卖傻到一个不行，但其实犯案的过程逻辑 SOP 都算得非常准，而且他真的非常的怪异，非常的恶心。我用恶心这字眼形容他，他专门就找70岁以上的，而且更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就把人调到家里去就杀了。是啊，我跟你讲，我觉得看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讯息出来，我真的怀疑哦，他其实是除了目前已经曝光的3名受害者之外，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怎么说？现在讲哦，检方的说法是说他的处理大体的过程。像在弄片鸭一样，片鸭是骨肉分离，这个是我觉得已经有点太夸张。最重要一件问题是，我们的这些相关的单位有没有针对这种性犯罪的假设案进行一个长期的追踪，还是说就把它放回到社会去，然后就不管它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恐怖。我们都知道，去年最大的一个案子就是创意私房这个案子。那你后来就会发现说，我就仔细跟我们的关键的在调查单位，就是我们的制作单位开始在讨论这件事。你看那个数据，你看着你真会头皮发麻。右下角的这个数据，你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数据吗？它是凸显，它是说，这个有关于性犯罪、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统计，这是性犯罪，就是还没有被定验，但是有被报道说有人去报案的性犯罪。老天爷啊！你从后面看好了，2023年有9413人，原本2022大概7787，到这过程当中8401，到了2023 9413，每年从2011年甚至破万人。换句话说，从2011年到2023年，几乎都8、9千、1万人。我们台湾从台湾头到台湾尾，每年有1万人、近万人的一个性犯罪的受害者。结果到最后真正被抓去关有多少？你看左下角那个监所的一个资料，在监狱被关的只有2000多人那其他的人呢？可解掉了，查无实证，还是到最后就因为证据不足，还是怎么样？不知道。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的安全网破了一个很大的洞。你像这个女生，她是在Dcard讲，她说她国小被猥亵，后来她的就猥亵之后，反正她的家人怎么样，就用10万和解掉。就她的一个故事暴露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说我也是。她就直接讲白，有人诉说类似遭遇嫌犯只赔8万或10万，自己却要花1辈子来治愈。台湾对于妨害性自主的惩罚是不是太轻了？对，这个是有数据的。什么样的数据呢？天哪，竟然超过74.1%的，是只有判处到3到5年，然后判处1年以下的，竟然是79%，就80%以下的性侵害的犯罪人，竟然这样子只有这样子这么低耶。所以你会让人家觉得说，我搞不好去侵害一个人，就变成是他的成本付出的是非常小，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你就算被抓去关，你就算真的是定验，或者是你这被判刑之后，你出来你改名就一尾活龙。当我们的相关的矫正机关或我们的犯罪相关的单位不会进行相关的追踪。最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些狼人如果每年有近万的受害者，代表有近万批的狼人。记住，每年新增有近万批的狼人都在你我身边。